又是迟到的一期，但也正好让市场的子弹再飞一会儿。作为猎人粉们期待已久的4人主角团的最后一位角色，同时也是超高人气的角色，我的期待值反正是拉满了。那这里必须要感谢一下来自3月兽的小伙伴提供的本期评测件，真的让我好等啊！正好也去搜了一下当前的现货价格，已经稳定在300以内了。大家都知道，之前奇亚、小杰、雷欧利都做得相当的不错，性价比也是超级高。那这下压力给到库拉皮卡。OK， 那么现在就来一起开箱看看小库到底能不能延续猎人线的辉煌吧，一起来看一看吧。OK， 那么惯例还是先来看到本体啊。那由于人设的缘故呢，库拉皮卡一直都穿着自己一族的罩裙和披肩，像这样的衣服就能非常简单的遮住关节的切割，又不影响到可动。所以单看主体的话，观感上来说是非常优秀的，一体性非常的好啊。除了有一点矮以外，整个还原度也是非常优秀的。玩具这里还原的是猎人考试结束后的造型，衣服上的花纹不再是红色的了，而是黄色。具体来说的话，应该是对战窝金这里的造型啊，只不过头发把耳朵都遮住了。这个骚气的耳环细节也就没有做出来了，而且动画的画风和漫画的还不太一样啊，和漫画的设定图比较的话，显得脸更圆更萌一些，但这都属于动画版的画风问题。不过看多以后，怎么开始觉得有点幻视某亚瑟王了啊？不对，还是小库更萌一些啊。当然，对于像不像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很主观的。小库的脸在动画里确实会随着表情的变化产生轻微的差异，所以只是单看这3个常态的面雕，我认为还原度都是非常高的。但中间的瞪眼脸相比斜眼脸和呲牙脸显得更幼态了一点，但还原度也依然有90%。而真正封神的是这次的2个绯红眼面雕，第一次看到的感觉就是我靠，不愧是库洛塔族的至宝啊，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这个眼神，这个情绪的表达，空洞的眼神中透露出的愤怒，以及库拉皮卡的那种冲动，你说这是1:6的冰人也没毛病啊，但为了这2面雕，我都觉得值得一收了。那前面也讲到啊，衣服的花纹放大看能看到啊，这次的黄色花纹是给了涂装的，配合上软胶的半消光质感以及蓝色的底色，远看上去的话，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多少还是会有点胶感，这是无法避免的，但以 SHF 的做工来说，这已经是最高水准的产品了。只能说戴哥的内部肯定有很多的猎人粉，可惜这种黄色的走线涂装多少还是有点为难工厂大妈了。尤其粗线的部分很容易手抖啊，所以仔细看的话，还是有一些小的异色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属于万代的玩具不得不品的一环。但我依然是觉得戴哥这次很良心啊，之前也说了，这次是和窝金一战时的衣服，不过当时可是脱了外披去打的，这内里的服装细节也是有清晰展现的。但如果没良心版的戴哥，这披肩下面是绝对不会给还原内衬的，更别说这里还要多做一点涂装了。好在剩余的面料都是白色的啦，也就只需要涂这点。另外这次的裙摆很有意思啊，为了制造更强的包裹感以及那种加了裙撑一样的蓬松感，阿戴这里一点布料也没有省，硬是做出了4大片，根部连了一个固定装，打得很牢固，根本就不会掉，而且抬起的幅度也很大，不会影响到可动，真的是非常的好评。OK， 那既然聊到了可动，那接下来咱们就详细的讲一讲可动的部分。脖子内部是一根非常长的细球关，也正是因为关节太细啊，所以把持力度不够，即便是领口处是软胶，低头还是会被弹回来。同时脖子上段没有给低头预留足够的空间，导致低头的角度也只有30度不到，反而是抬头做得很不错啊，后脑门留了30度的空间范围，左右的侧摆也有不到30度的正常摆动范围，还行。正常头部的360度平转没有问题。肩部这里软胶的披肩翻开就能看到啊，里面是做了正常的蝴蝶肩关节的，但是这里的实际效果很有限，从后面就能看到啊，拉出的部分并不多，大部分也就是15度的范围，而且关节还很紧。另外为了避让干涉，肩膀内的双头关节轴很长，肩膀的360度垂直大风车也是没有问题的，侧平台也能做到超过90度，大臂根部360度平转也没有问题。曲肘非常的优秀啊，双段关节这次真能180度小臂贴住大臂。腕部除了球关，袖口处也有一段空隙，可以有30度不到的摆幅。这次库拉皮卡最惊艳的部分就是腰部可动，毕竟有披肩遮丑啊，关节就能最大范围的切割，弯腰都快接近60度了。后仰的幅度那就更优秀了，不在乎关节空隙的话，这个后仰绝对是超过60度了。然后左右的侧摆也有超过30度的大范围，360度的平转更是不在话下了。同样的遮丑也作用于大腿的关节啊，于是这个前踢的幅度也就放飞自我了，能直接踢到120度以上，后踢大概就45度，当然这个幅度也是完全够用了的。侧踢的幅度是达不到90度的，当然也是基本大差不差，也就是差个5度的样子。大腿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是安排了的，屈膝更是能达到150度以上的小腿贴住大腿，这个造型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膝盖的部分也是相当的饱满。脚部的平转这次也是一反常态，坐在了脚脖子卷起的裤腿上，坐在这里可以借助软胶的摩擦增大摩擦力，使得关节的转动变得非常的紧啊。
脚掌的上抬也能达到60度以上的超大幅度，向下脚背也能绷直，脚尖也能做独立的60度以上的上抬，而这个脚踝的结构自然也就是标准的人折脚接地了，向内和向外基本都能接近90度无压力。整体来看，这个可动性除了头部稍逊，把玩方面绝对算得上是 T0 级别了，甚至应该这样说啊，这4个人里没有一个是可动拖了后腿的，简直就是当前 SHF 的最强系列，可以直接给免检标签了。OK， 那么介绍完可动，关于猎人考试后的库拉皮卡，咱们还有最关键的东西没有做介绍啊，没错，就是小库新习得的念能力。提问：库拉皮卡的念能力是什么系的呢？检验真假粉丝的时候到了。那因为现在是绯红眼的状态，所以当前的小库是特质系的。此时的能力为绝对时间，需要库拉皮卡在切换为绯红眼时才能发动。开启以后，不论强化系还是具现化系，其他系统的能力都能100%的使用。这能力多少是有点 bug 啊，加上小库是双系能力者，所以还是需要给这个能力加一点底 buff， 也就是每用1秒就会折寿1小时。不知道未来的库拉皮卡还能撑多久啊？当然，光有绝对时间是不够的。从这次玩具给的手型里就能看出，所有的右手都是有锁链指套造型涂装的，握拳手、开掌手、用力手都有，涂装的相当的细致，造型也是非常漂亮的。而这也是后期的设定了，库拉皮卡为了迷惑对手，让对方以为自己是操作锁链的操控器，而一直让锁链在自己手上显现，这样对面就注意不到自己创造的隐形锁链了。虽然具现化系具现的东西一般强度有限，但配合上绝对时间，这被创造的链子也拥有了操作系一样的强度。不仅如此啊，锁链还拥有不同的能力。好的，那么下面是抢答题，请问以下每根手指上的链子都分别代表什么能力呢？3、2、1，揭晓答案。首先当然是大拇指上的链子，尾端是十字架一样的挂件，被尾端缠住的部分就会自己治愈，配合绝对时间，几乎可以做到秒恢复啊 ，bug 级的自愈能力。接着是无名指上的这个小球，这应该也是小库使用最多的能力了。所谓追魂的无名指链，平常可以当做鞭子或者武器来控制，兼具攻击与防御的能力，同时也有观察微表情测谎以及感应追踪等附加功能。这链子能力多的感觉库拉皮卡像他妈的哆啦 A 梦一样。接着就是对幻影旅团的必杀束缚的中指链，这个玩意儿应该是最 bug 的能力了，可以硬控窝金到无法脱身，并且还能封住对方的念能力，一旦缠住就是必杀。但这并非是一个具现化能力者该有的力量，实际是库拉皮卡根据制约与誓约，通过给念能力下达只用中指链攻击幻影旅团而达成的念能力爆发式增长。可以看出小库对旅团的恨啊，但也因此只能对幻影旅团必杀，并且还有誓约，也就是纪律的小指链，他把一端插入自己的心脏，如果违背契约，自己就会被爆心而亡。当然，这能力也可以用在别人的身上。开启绯红眼增幅后，可以把锁链末端的匕首插到对方的心脏上，然后和对面玩真心话大冒险。如果不说真心话或者不玩大冒险，也会爆心而亡。窝金就是为了不出卖同伴这样死的，很凄惨。鉴于该能力甚至能硬控团长，目前看除了开眼以外没什么副作用，感觉也是非常离谱的能力了，肯定还有什么特殊的限制条件吧。OK， 那么细心的小伙伴看到这里就会要问了，指头有5个，为什么链子只有4根呢？食指去哪了？那这个能力有点类似于团长的夺取，但目前仅登场于漫画里，动画里没有做到那儿，所以也就没有这个小针筒链啦。不过真的很喜欢这个西装护士的造型啊，戴哥必出啊。OK， 那么库拉皮卡的念能力也就全部讲解完了。不过比较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次戴哥不是给的铁丝锁链，而是固定的造型，这让摆 pose 就有点难受了。没有隔壁同样是男生女相的藏马藤蔓边好玩，但至少这次的锁链全都是全涂装，细节也做得非常的好，我个人是真的很喜欢的。没做成可凹造型的最大坏处，也就是没法像当年看的老动画版一样啊，还原这种看的人老脸一红、锁链缠身的画面了。哦，对了，审核要注意一下，这是个男的啊。好的，那么恭喜雷欧利终于是凑齐了自己的 CP，4人组也终于是全部归队了。富坚老贼，黑暗大陆篇到底什么时候端上来啊？你要是明年再不出的话，这些东西就快没人买了，真是每年都得感叹一下自己已经是2次元圈的老古董了。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库拉皮卡评测的全部内容了。长视频制作不易，记得点赞收藏。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关注一下哦。那么大家下期再见喽。